全球战火起伏不定，缅北境内也不安分。近段时间，随着巴以冲突的持续不下，全球各地都开始冲突不断。而令人奇怪的是，别人都是国家之间的冲突，可缅北却突然内乱了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今天就带大家了解一下。起初，缅北和缅北果敢特区是分为两个不同的管理区，缅北主要由缅北政府管理，而果敢特区则是由彭家声统治管理。不过当时的果敢特区可不是主要搞灰色，那时的彭家声一直注重发展自身经济，一心谋求发展。可当地的缅北政府也许是看不惯彭家声，经常出兵骚扰果敢特区，想要试图收回果敢特区。而事情后来的发展也非常有故事性，那就是彭家声的4位左膀右臂叛变投靠了缅北政府，这也就导致果敢同盟军的失利。再后来，4位曾经的手下开始搞灰色产业，在缅北政府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中赚得盆满钵满，同盟军与缅北政府的矛盾也因此应运而生。那么缅北内战和这个故事有什么关系呢？现在的又是谁在带领呢？关注我们接着往下说。彭德仁带领果敢同盟军清剿电诈民团，虽然果敢同盟军因此失利，但并没有就此消失。在2代目，也就是彭家声的儿子彭德仁的带领下，他们突然发出戒严令，要全面清剿缅北的电诈民团，对灰色产业进行雷霆打击。那么盘踞扎根多年的4位手下，也就是现在的4大家族，会如何应对呢？我们知道电诈在缅北存在时间不断，可彭德仁突然大动干戈，要对他们动手，可见醉翁之意不在酒，这是要向父亲的仇人那4个叛徒动手了。果敢同盟军的队伍已经壮大至1.5万人，对电信诈骗窝点展开围剿。果敢同盟军此次突袭力度非常大，给缅北政府军队带来了不小的危害，造成了多人死亡与受伤。经过长时间的战斗，果敢同盟军已经顺利拿下多个根据点。对此，缅北政府也做出了反攻，直接派出战斗机空投了70多名特种兵。可是无奈特种兵与果敢同盟军的战斗实力根本不在一个水平上，不少特种兵刚刚落地就被果敢同盟军围剿。但是缅北政府仍然坚持与果敢同盟军继续斗争，不愿放弃果敢地区。那么问题来了，缅北内战的爆发只是因为电信诈骗问题吗？关注我们接着往下说。果敢同盟团如果取得了战争胜利，会延续诈骗吗？果敢同盟军与缅甸政府大动干戈，目的只是为了铲除电信诈骗吗？他们取得胜利之后，会不会继续延续诈骗呢？缅北地区在盛行电信诈骗之前，这里最严重的灰色产业是毒品。后来在彭家声的统治管理下，已经对果敢地区前后一共进行了4次大规模整改，清除了当地罂粟、鸦片等毒品的种植，而且还颁布了相关的法律规定，明令禁止种植、吸食以及交易毒品。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，彭德仁继承父业，带领果敢同盟团铲除4大家族带领的电信诈骗集团，是为了伸张正义，可能有一雪前耻的意思，但是绝对没有延续诈骗的想法。没有了毒品种植、交易等产业带来的高额利润，不少人开始纷纷将目光投在了后续的电信诈骗中。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4大家族叛变之后纷纷转向电信诈骗的原因之一。果敢同盟团为了解救身处水深火热状态中的果敢人民，打击诈骗集团4大家族，然许多人为之感动。如果果敢同盟军真的能够取得胜利，想必对当地的发展肯定会带来不小的改变。
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，可以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见。